一个身穿红衣的女人在记者围拥下艰难地前进。女人并不是一个大明星，她是一个杀人犯，她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儿子。现在警察带她来指认现场。这件案子震惊了全国，所有记者都跟苍蝇一样尾随而至，想要挖出更劲爆的猛料，写出吸引眼球的文章。可女人什么都不肯说，记者们不想放弃，于是开始对杀人犯的邻居下手。韦奇就住在杀人犯的隔壁，记者渡边找上了他，想要问问关于杀人犯的事情。可韦奇对此漠不关心，一脸不屑地匆忙离开。渡边很无奈，一无所获地回到报社，主编却对渡边发了火，因为就在他离开之后，韦奇就被抓捕了。原因是警察刚刚接到举报，说韦奇与杀人犯有染，并唆使他杀子。渡边错失了一个劲爆的新闻，主编让渡边赶紧跟进这件事情，深挖这个可能是情妇的韦奇。渡边翻阅着韦奇的资料，上面详细记载了韦奇这些年的生活轨迹，其中学历那一栏停留在了高中阶段。原来韦奇高中没上完就辍学了。渡边循着线索来到了韦奇上学的高中，这才得知韦奇在高中时是棒球部的精英，还卫冕过最高功勋选手，被记录在棒球部的荣誉册上。前途如此光明的韦奇，却在他即将毕业之际选择了退学。跟韦奇一起退学的还有几个棒球部的同学。渡边隐隐觉得这几个人的同时退学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其中一名同学进入了证券公司上班，渡边前往公司调查。本来和同学聊得好好的，可当他提到当年为什么退学的时候，同学瞬间脸色大变，转身离开。渡边追上去问他，是因为女人吗？同学不耐烦了，他警告渡边不要再调查这件事了。这更让渡边觉得几个人之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而且可能跟女人有关系。另一边，警察对韦奇的问话无果，苦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只好放韦奇离开。韦奇也很疑惑，到底是谁举报了自己？临走前，警察对韦奇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你以前强奸过身边女人吧？韦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径直离开了。回到家里，他像往常一样和妻子加奈子打招呼，夫妻俩就如同是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平淡如水。酒馆里，渡边在和同事的交流中了解到了当年的一些事情。韦奇和棒球部的几人在高中时期曾经强行和一个女孩发生了关系，这也是那几人退学的原因。被强暴的女孩叫夏美，她自幼双亲离异，身上又发生了这种事情，于是她选择了转学。毕业后的夏美找了一份工作，还和公司里的男人谈起了恋爱。男人很可靠，热恋的两人感情进度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可男方的父母这时候查到了夏美的过去，强烈反对他们在一起。男友觉得自己被骗，他毫不犹豫地悔婚，接着在公司大肆宣扬夏美被强奸的事情。人们的流言蜚语让夏美待不下去了，最终离开了公司。第二年，夏美又找了个出租公司的工作，并随便地找了个男人结婚。夏美由于之前遭受过几人的暴力，身体比较虚弱，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流产了。从那之后，丈夫将一切的愤怒都发泄在了夏美身上，对她拳打脚踢。夏美回到了娘家，她试图用自杀去解决所有问题，但被医院救了下来。至此，夏美仿佛人间蒸发一般，再也查不到关于她的任何线索。同为女性，同时非常可怜夏美的遭遇。她对渡边控诉着当年那些施暴者的行为，毁了女孩的一生。他们本该被抓入监狱，却因为法律的漏洞而逃离了惩罚。了解到事情真相的渡边再次找到韦奇，他对韦奇讲述自己了解到了那个故事。渡边的话勾起了韦奇那段不堪的回忆。韦奇虽然没有说一句话，但脸上那复杂的神色却说明了一切。回到家里，韦奇再次被人举报，警察上门带走了他。韦奇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没有任何反抗，乖乖地上了警车。对于举报自己的人，韦奇内心已经有了答案，但他还是不愿意相信。从警察那里，韦奇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，正是自己的妻子举报了自己，说自己是杀人犯的情夫，和他有一腿。这一次，韦奇没有任何的辩驳，而是承认了。他要求见自己的妻子一面，两人隔着厚厚的玻璃，说着不相干的话语。韦奇的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，可那些话全都被堵在了嘴里。妻子眼中含泪，望着这个面前的男人，有怨恨，也有无奈。思绪飞回到了16年前，那个深夜，4男2女趁着学校没人，偷偷翻墙进了学校，韦奇也在其中。他们在训练室畅饮，男生借着酒精开始和2个女生动手动脚，其中一个女生感觉到了不安，她假借着上厕所的名义偷偷逃跑了。现场的女生只剩下了和韦奇4人在一起腻歪的夏美，几个男生轮流对夏美进行了侵犯。随着韦奇承认自己是情夫，这一爆炸性的消息迅速在媒体周围传开。妻子加奈子的房屋外挤满了记者，他们纷纷想采访这个情夫的老婆现在是什么感想。妻子不堪其扰，整日将自己锁在家里，
不久，同事查到了夏美的线索，他告诉渡边，夏美没有失踪，她还活着。根据夏美的前夫讲述，在几个月之前，他曾经看到夏美和一个男人在百货店里买东西。同事说，夏美和那个男人在一起看棒球视频时笑得很开心。棒球这一点点醒了渡边，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：尾崎的妻子加奈子会不会和改名后的夏美是同一个人呢？难道夏美一直和侵犯过自己的尾崎生活在一起吗？这个想法让渡边感觉到窒息。正常逻辑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想要印证这个想法，就必须要找加奈子聊一聊。深夜，渡边和同事找到了加奈子。加奈子得知两人的来意后，并没有排斥，反而承认自己就是当初的夏美。在两人的询问下，加奈子开始讲述她这些年发生的事情。侵犯事件发生以后，相对于恬不知耻的其他3个男人，尾崎尚有良知，一直对夏美心怀愧疚。夏美自杀未遂后住院，也是尾崎垫付的医药费。对于夏美，他始终想要补偿，就算让她去死，他也甘愿。夏美觉得可笑极了，是尾崎将她推入深渊，造就了这个破败不堪的自己，现在又想要来拯救她。可夏美这些年受的痛苦，是尾崎永远体会不到的。看到愿意为自己付出一切的尾崎，夏美决定也让他体验一下自己遭受的痛苦，于是提出让尾崎放弃现在的一切，女友、工作全部舍弃，他只要尾崎跟着自己。尾崎也答应了。于是2个人开始了一段相互折磨的旅程。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，尾崎始终紧紧地跟着夏美。他想要赎罪，想要夏美原谅自己。两人一同走过海边的街道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。夏美这时候饿了，2个人来到路边的餐馆点餐。尾崎笨拙的吃相逗笑了夏美，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渐渐融化。可尾崎这时突然不识相的想给夏美倒酒，夏美捂住杯口，态度再一次变得冰冷无比。当年那几个男生就是在喝酒之后对自己实施了侵犯，如果不是酒，那么一切都将不会发生。夜晚，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从夏美眼前经过，夏美想起来，如果不是自己流产，那么自己也应该是幸福的吧。痛苦的记忆浮现在心头，夏美大喊着让尾崎不要跟着自己了。可转头上了天桥，夏美却回头寻找尾崎的身影。尾崎没有离开，他担心着夏美，还是继续跟了上来。尾崎对夏美坦白，如果想跳下去的话，那就带我一起吧。对于尾崎，夏美总抱有非常复杂且矛盾的情感。她嘴上希望尾崎离开，内心更希望尾崎能够留下来。2个人从那以后便生活在了一起，成为了别人眼里的夫妻。但只有他们自己清楚，他们不是夫妻，而是一对陌生人，是为了彼此不幸福才会在一起的。夏美也选择改名为加奈子，因为当初逃跑的那个女孩就叫加奈子。她恨加奈子的冷漠，用加奈子的名义和尾崎生活在一起，在她看来也算是一种报复。听完加奈子的讲述后，渡边和同事也离开了。同事询问渡边要怎么写这条新闻，渡边划掉了所有关于夏美的故事，只说尾崎是个因为强奸而自毁前程的棒球选手。在良知和流量面前，渡边做出了选择。在他眼里，夏美的遭遇已经够可怜了，没有必要再为他徒增悲伤。风波过后，夏美撤销了对尾崎的证言，杀人犯也否认了和尾崎的关系。尾崎被无罪释放，他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，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。2个人继续着毫无意义的谈话。只不过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夏美主动地触碰了尾崎的肩膀，而尾崎也抓住了夏美的手。2人似乎对当年发生的事情都释怀了。夏美甚至还主动和尾崎喝起了酒。2人肩并肩地走过街道和楼梯，最后停留在了桥上。周围蝉鸣鸟叫，溪水潺潺。夏美望着远处的山谷，第一次对尾崎吐露心声。她告诉尾崎，他们并不是因为幸福才在一起的，而是为了折磨对方。现在也是时候该放下了。夏美留下了一封信之后独自离开。尾崎并不知道夏美要去哪，也不知道她会留在何处。也许离开尾崎，忘掉这段人生，才是夏美最终的归宿吧。看到这里，我们不禁感叹，若当初没有那件错事，他们或许会正常的交往、相知、相爱、结婚生子。同时也诧异的察觉，那样建立的关系反倒没有现在这羁绊牢固。昔日悲剧始终横在他们中间，使他们无法任凭爱意长流。加奈子因无法原谅尾崎而始终情绪化，诬陷他参与谋杀邻居孩子，尾崎却甘受其害，正应了他承诺过的，你叫我去死，我就去死。可也许这就是人生吧，想清楚了，总会有不一样的新光景。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